大家好，欢迎收看复原山海图系列视频。我是一名机械制造工程专业的高校教授，同时也是《复原山海图》这本书的作者。这个系列视频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把我在书中重建的山海图呈现出来，并向大家讲解我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无论你是对《山海经》、古代地理、神话体系、地图制作，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我相信你都能从中获得启发。那么，什么是《山海经》？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山海经》呢？《山海经》与《周易》《黄帝内经》并称上古三大奇书。《黄帝内经》大家都知道是现代中医学的基础，是中医学的圣经，从上古一直流传至今，大多数中医师都能看得懂。而《周易》晦涩难懂，只有少部分人能够理解，大部分人已经很难读得懂了。但是《山海经》却几乎没有人读得懂。据传，《山海经》最初是周王室皇家图书馆收藏的典籍资料，只有王室人员可以阅读。周王室衰落后，大量典籍资料流落到各诸侯以至普通民众的手里。西汉时，刘歆、刘向父子搜集了散落于官方和民间的大量书籍，重新编撰和校订了《山海经》。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称，《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所校《山海经》凡32篇，今定为18篇，已定。刘歆认为，《山海经》最初创作于上古尧舜时期，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光。到西汉末年，其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所以刘歆父子收集了官方和民间共32篇《山海经》章节，经过校对考证，最后整理出18篇作为最后的定稿。《山海经》的名字有可能是刘歆、刘向父子他们起的，以前是不是叫《山海经》，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刘歆、刘向父子重新编撰的《山海经》一共有18篇，包括武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4篇、大荒经4篇，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单独的海内经。山海经里头一共记载了40多个国度、500多座山、300多条河流、100多个历史人物，以及400多种珍禽异兽。书中还记载了很多故事，包括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八蛇吞象、大禹治水等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故事。历朝历代对待《山海经》的态度大不相同。大致上，战国10个诸侯国以及其后秦汉等朝代还把《山海经》列为地理类书籍。事实上，秦汉以至晋朝都还把《山海经》当作是地理书籍。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大量引用《山海经》中的资料。及至唐朝，房玄龄等在著《晋书·地理志》时，还曾引用《山海经》中皇帝命令树害测量大地的故事。慢慢的，之后的朝代逐渐将其归为神话传说、志怪小说一类。尤其是民国以后，随着西方所谓科学和文明的引入，人们对于《山海经》的理解和态度逐渐分化。学者们开始尝试用所谓科学的角度去解读《山海经》。基于不同的理解，关于《山海经》的解读分为4大流派，分别是神话派、历史派、地理派和自然科学派。第一派是神话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鲁迅、茅盾和袁柯。鲁迅本人非常喜欢神话和《山海经》，在他的文学作品也中常有《山海经》出现。在《阿长与山海经·朝花夕拾》一文中，鲁迅称《山海经》为宝书。有插画的《山海经》曾经给童年的鲁迅带来幻想的世界，并且激发了他的无尽想象。然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将《山海经》称作古之巫书，他认为是古代的巫士所记载的关于巫术的书。茅盾、袁柯等人认为它就是神话，是先民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了最初的宗教思想、道德观念、宇宙观等等。而历史派以王国维、傅斯年为代表，他们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就与西希腊神话一样。现在已经有考古发掘的证据显示，希腊神话有一部分确实是真实的历史记载。
所以我们应该去除《山海经》中的神话部分，重建上古时代的文明史。这是历史派的解说。地理派则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记述历史、记述地理事物的著作。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谭其骧、徐旭升、小川卓志等。地理派坚持认为，《山海经》为古代遗留下相当可信之地理书。不过，由于古今地名大多不同，再加上古人对方位勘定不甚精确，所以很多内容已失考。第四派是自然科学派。自然科学派是将《山海经》里光怪陆离的技术，视为古人对实际观察到的现象的精神崇拜，而现代人试图就用这种自然科学的视角来解释《山海经》里头那些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那么，《山海经》到底是什么？其实，只要我们亲自去读一遍，我们就能看到它到底是什么。我们翻开《山海经》，第一部分是武藏山经，而武藏山经的第一节就是南山经。第一段就是南山首经，首就是第一的意思，南山第一经。那我们现在读一读。南山经之首曰阙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酒而清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里，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鱼而白耳，服行人走，其名曰星星，食之善走。利己之水出焉，而溪流注于海，其中多玉佩，佩之无极。右东300里，曰唐庭之山，多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右东380里，曰园艺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负虫，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右东370里，曰扭羊之山，其羊多赤金，其鹰多白金。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尧，其名曰陆鼠，佩之以子孙。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现役之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挥尾，其名曰玄龟，其音如泮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右东300里，曰底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胁下，其音如流牛，其名曰鹿，冬死而夏生，食之无种疾。右东400里，曰禅园之山，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毛，其名曰类，自为牝母，食者不度。右东300里，曰鸡山，其羊多玉，其鹰多怪木。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破夷，佩之不畏。有鸟焉，其状如鸡而3首6目，6足3翼，其名曰长夫，食之无握。右东300里，曰青丘之山，其羊多玉，其鹰多青户。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如呵，名曰冠冠，佩之不惑。鹰水出焉，南流注于极易之泽，其中多赤如，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食之不戒。右东350里，曰鸡尾之山，其尾尊于东海，多沙石。滂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玉，其中多白玉。凡阙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鸡尾之山，凡10山，2950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辞之礼，毛用一张玉翼，许用土米、一币、稻米、白坚为席。读到此处，稍有古文和地理知识的读者马上就会意识到，这很像是在介绍某个山脉的走向以及动植物和矿产的分布。现在我们用白话文解释一下。南山首经第一座山名叫招摇之山，招摇之山临于西海，它靠近西海，此地生长着一种草，叫做祝余，此物能够充饥。此山上还有一种能向人直立行走的野兽，叫做猩猩。有一条河从这个山上发出，或者流经这个山，
叫做利己河。利己河向西流，流入大海。从招摇之山再向东走300里，会碰到一个唐庭之山。唐庭之山再向东走380里，会遇到园艺之山。此地盛产白玉，到处都是怪兽、怪鱼、怪蛇、怪树。同样，再向东走370里，会遇到扭阳之山。此山出产金子。此地有一种身有条纹像马的野兽，名叫鹿鼠。有一条河叫怪水河，从扭阳之山流出来，向东流，流入现役之水。河水中有一种叫玄龟的黑乌龟。从扭阳之山再向东走300里，就来到了底山。底山有一种长翅膀的鱼，叫做鹿。从底山再向东走400里，就来到了禅园之山。这里有一种长着长毛像狐狸的野兽，叫做类。再向东走300里，就到了鸡山。鸡山出产玉石。此地有像羊的9条尾巴的怪兽破夷，以及3个头的像鸡的怪鸟长夫。从鸡山再向东走300里，就来到了青丘之山。此地出产玉石和青户。此地有像狐狸的长9条尾巴的怪兽，以及像斑鸠的鸟。青丘之山上有一条阴水流出。阴水河向南流，流入了极义湖。水中有一种长着人脸的怪鱼赤如。青丘之山再向东走350里，就来到了鸡尾之山。鸡尾之山临于东海。鸡尾之山的尾巴已经伸到东海里面去了。从鸡尾之山流出一条滂水河，滂水向南流入玉水。你看，根据咱们这个解读，大家就清楚了。这是明显的一个地理技术，除了记载位置、方向、名称、河流之外，还记述了植物、动物以及矿产。现在在百度百科里输入秦岭2字，我们就会看到关于秦岭的技术和关于南山守经的这个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让我们读一读秦岭怎么说的。百度百科说，秦岭 Qinling Mountains 分为狭义上的秦岭和广义上的秦岭。狭义上的秦岭仅限于陕西南部，渭河与汉江之间的山地，东以灞河和丹江河谷为界，西止于嘉陵江。广义的秦岭，西起昆仑，中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大别山以及蚌埠附近的张八岭，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秦岭不仅是中国南北方的界山，还是南北方地理气候资源差异的分割线。气候不同，水土不同，饮食、建筑、交通等社会习惯不同，久而久之养成了社会整体风俗习惯的不同，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什么气候啦、出产啦这些东西，你看，这和我们关于南山守经的这个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讲了它的走向、方位、动植物，对吧？所以非常清楚，这就是一个关于地理的技术。武藏山经一共讲述了26条山经，这20多条山经的技术方式跟南山守经几乎没什么区别，都是讲的从某某山开始，向某个方向走了多少里，到了某个山，这个山上有些什么，有哪些河，河向哪里哪面流，然后这个山上有什么动物，有什么植物啊，有神怪物啊，还有什么矿物，然后这个山呢，再往哪个方向走又碰到哪个山，然后呢，这山上又有什么东西，这山上又有什么河往哪流，就这样不断的重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地理技术。神话派的解释过于简单，《山海经》至少成书于战国，在那个需要在竹简、木简或者锦帛上刻画书写的时代，重大历史的记载也不过寥寥数语，有哪个人闲得发慌去编纂一部3万字的荒诞故事呢？假如像鲁迅所言，《山海经》是古之巫书，那么长篇累牍的关于山经走向的描述对巫术有什么作用呢？况且书中除了讲到了一点祭拜山神的方法之外，再无任何关于巫术的方法以及应用。《山海经》中的确记载了一些故事，笔者也认为这些记载可以作为上古历史研究的佐证。然而，《山海经》的主线显然是记述山川河流与自然产出，历史记载不过是附带之物，类似现代的旅游景点的宣传手册，
在介绍泰山的时候，顺带讲一讲秦始皇封禅泰山的故事，以增加泰山的辨识度，同时激发读者的兴趣。因此，历史派显然忽略了书中的主体，只关注其中一小部分内容，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自然科学派与神话派、历史派一样，陷入了管中窥豹的境地，只看见一个个怪兽、奇物，忽略了《山海经》的整体结构和整体价值。诚然，对《山海经》中的奇怪技术做科学的解释，有利于我们增加对《山海经》的认识，增加对上古知识体系的了解。然而，如果不能搞清楚《山海经》的主旨，那么对这些零碎的现象的科学解释将缺乏一个有力的支撑。非常明显。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山海经》就是一个关于地理的技术，就是一本古代的地理书籍。那么为什么大家还看不懂呢？那是因为从上古至今，至少已经3、4千年过去了，上古的地名和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以咱们传统的考古方法、考据方法是很难找到对应的地点。那么，我为什么要去研究它这个《山海经》呢？其实最初的动机，我是要寻找昆仑山。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西藏青海地区的那个昆仑山，还有新疆地区的喀喇昆仑山，都不是真正的昆仑山，这是后人根据《山海经》附会而取的名字。而真正的昆仑山在哪，大家并不知道。昆仑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祖地、龙脉、起源，所以我有一阵子开始也对昆仑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也想寻找昆仑山在哪里。那么昆仑山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想要找到昆仑山，我们就要找到它的出处，因为最早记述昆仑山的地方就是《山海经》，那么依据《山海经》就有可能找到昆仑山，而要找到昆仑山，必须要得到山海图。《山海经》是应该有个地图的，古代最早有一个地图，也许叫山海图，也许叫什么其他的地图，而《山海经》其实是对《山海经》地图的一个诠释或者是注解。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写过《读山海经图》一诗，下鼎向九州，山经有遗载。空蒙大荒中，遥霭群山会。沿海积霄征，阴幽一冥会。奔驱各异种，疏忽额万态。群伦固殊秉，治理宁一概。害者自云经，生息孰之怪？未能实造化，但大批图绘。不有万物书，岂知方于大？从中可以推测，欧阳修是认为存在过一个《山海经》地图的。可是《山海经》本身又很难理解，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已经无法找到昆仑山的确切地点。前人在研究山海图的时候，有这几个方法是没有用，对，所以没有找到，没有重建真正的山海图。第一个方法，完全用古代的地名去标定，去寻找重建山海图，这是一种自然而传统的方法。通过查阅古代文献资料，把《山海经》中出现的地名对应到现代的地名，然后大致确定各山系的位置和走向。谭其骧先生在《论武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中讲到，全部山经一共记载了447座山，其中鉴于汉晋以来记载，可以确切方位者为140座左右，占总数1/3弱。据此，谭先生绘制出了山经地域概貌示意图。谭先生的山经地域概貌示意图是迄今为止最完备、最接近真实的山海图。然而，由于几千年的历史沿革、山川地貌的局部改变以及上古文献资料的缺失，我们只能确定《山海经》中的一小部分地名，无法看到其全貌。第二种方法就是用局部特征代替整体去研究、去标定古代的地理。这种方法就是局部区域说，用某地区的1、2个似乎符合《山海经》描述的特征地貌，把《山海经》域缩到很小的范围，比如山东、云南或者四川。例如，认为山经是东夷族的巫史们祭祀山川用的巫书，其记述的地理范围是今山东省及其周边地区。这种将泰山当作昆仑山的论据过于牵强，多为臆测，难以服众。《山海经》中的那些个局部特征，你要寻找完全符合现实中的地理特征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有些特征，这里有，那个地方也有，那到底是在哪儿？对吧？就比如说昆仑山，有些人说在山西，有些人说最近陕西发现的石峁遗址就是昆仑山的地方，也有人说在四川，也有人说在云南，还有说现在的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就是昆仑山，各自的说法都有那么一点依据，可都不能完全符合《山海经》中对昆仑的描述。第三种错误研究方法是臆测长度单位，这个臆测的长度单位指的是里。《山海经》里经常说到多少多少里，从此处到彼处有多少多少里，300里、500里、1000里。那么书里的这一里到底有多长？现代的研究者经常用1汉里、1秦里或者1周里来做推断和计算，并且用这个臆测的长度去试图重建山海图。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统一结论。《山海经》所述的山海图到底是哪个时代、什么地方的地图？因此，这种臆测是无根据的。那么，你用这个臆测的长度去推断实际的长度，其结果自然不正确。第四种错误方法就是以特定动植物去推测地点。《山海经》中记录了大量的常见以及奇异的动植物，一些学者便以书中出现的这些动植物来推测其对应的地点。我认为，动植物分布可以作为参考，但绝不能当作依据。《山海经》成书几千年前，当时的气候环境与现代大不相同，动植物的分布肯定也不一样。譬如西汉石棺中竹林繁茂，河南省南部菊和柑十分普遍。如今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分布在秦岭以南，而柑橘则基本不过淮河。另外，同样的名字，《山海经》中的动植物与现代的未必就是同一个物种。比如球鱼是一种美洲特有的动物，《山海经》里提到的球鱼未必就是美洲的球鱼，或许是一种和美洲球鱼长相相似的动物，也可能是近代某位学者在介绍美洲 armadillo 这种动物时想起了《山海经》中的球鱼，故此将其翻译成球鱼这个名字。所以说，我们不能拿动植物去推测地点，这个方法非常不靠谱。第五种错误，臆测山海图的年代。《山海经》成书不晚于战国时代。从已发掘出的殷商甲骨文来看，《山海经》的写作风格明显不同于甲骨上的文字，有可能是商以后的作品。但是，我们并未见过夏朝的实物文字，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夏朝以及更早的文章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山海经》成书于夏朝或更早的时代。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甲骨文并非殷商的常用文字、正体字，而是技师或巫师为了在兽骨上刻字而创造的简化字。为了在兽骨上有限的面积里刻下更多的信息，技师们很有可能采取了一种更简化的叙事方式。按照这个推测，夏商周秦乃至上古三皇五帝时期的正式文字和文字叙述方式很可能都差不多。换句话说，《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不应局限于夏商周，可以继续向前追溯到上古时代。即便《山海经》写于西周或战国，这也并不意味着《山海经》描述的山海图就是一定是战国时代的地图。武藏山经中大多数的地名都未曾在战国的典籍中出现，甚至武藏山经的地名与上书、下书与贡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山海图是上古时代的地图或地图集，被夏商周的王室收藏。在西周或者战国时代，某个学者根据山海图撰写了《山海经》。鉴于此，我便抛弃了传统的研究思路，另辟蹊径，不再专注传统的研究方法与结果，而是直接从《山海经》本身入手，抛弃所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比如不再预设年代，不再臆测一里有多长，不再预设《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位置。《山海经》可能指中华大地，也可能包含整个欧亚大陆，也许是非洲、美洲，亦或是外星世界。我利用了我工程制图和地理的基本知识，运用 Google Earth、百度地图以及 AutoCAD 这几个工具，我成功的重建、复原了山海图，也就是《山海经》地图。这个视频是本系列第一个视频。
本系列视频预计一共40到50集，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复原山海图的科学方法，第二部分讲述解密山海经。复原山海经以后，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秘密，比如说我们最想要知道昆仑山在哪里，山海经里还记述了许多都城，那么这些都城又在哪里？等等等等。最后第3部分，我会逐条的给大家讲解每一个山经，每一条山经具体在什么地方，走向如何，当地有什么特产，希望大家喜欢。那么看这本书或者是看我的视频，你们能获得什么呢？你们可以了解如何用现代工具来破译和解密古书，如何理解古代地理文化，也能激发你对古今对话项目的兴趣。好，谢谢收看《复原山海图》第1集，敬请期待下一集。绘图工具与方法。哪里能买到本书？复原山海图，美国南方出版社官网 https://3w.dwpcbooks.com/，亚马逊 Amazon 官网 https://3w.amazon.com/，巴诺书店 Barnes & Noble 官网 https://3w.barnesandnoble.com/，输入书名复原山海图或书号978-1683727-026即可找到本书。谢谢惠顾。